Hello，各位回到 Star Seeds of Learning 我们的星际学院的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感恩和荣幸，我们今天又在学院当中见面了。我是 Star Seed， 大家也可以叫我 Akila。在这个学院当中呢，我们会一起通过灵性的视角来感受和体验在三维世界当中的学习、修行和进步。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跟大家不断的进行灵性知识的探讨，以及深入的理解我们这个三维到五维的世界。Stacy 也非常感恩以及荣幸有跟大家在频道当中共同学习和见面的机会。那希望可以通过这个频道的影片，可以通过我们在影片当中的交流，给予大家一些灵感，一些新的视角来观察我们的生活，体验我们的灵性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给予我们反向的信号，让我们更快的融入跟宇宙的频率以及连结。那这个频率和连结的中心呢，是爱与光。所以在这里 Stacy 也祝福大家跟光和爱同在，可以在不断的学习和精进当中体验到光和爱给予我们的源源不断的能量和保护。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今日我们要一起来探讨主题呢，也是之前我们这一个年度当中在塔罗占卜然后在私下的沟通当中经常提到的九子离火时代，我们的水瓶时代。当下呢，在这个2025年的4月到5月之间我们这个水瓶时代已经正式的打开和敲响。我们也确实迎着离火的能量，在这个年度当中感受到了源源不断的火的气息。那到底什么是离火时代、水瓶时代呢？什么是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所谓的心灵成长以及地球5维度的转变和进化呢？我们就在今日的主题当中跟大家共同的学习和理解这个概念，以及这当中我们可以去真实体会以及自身转变和做到的点是什么，并且我们自身呢可以通过怎么样的改变更加符合于当下的这个时代，来帮助我们更好的进行我们个人的进化，以及跟这个时代、跟这个地球以及宇宙共同的升平，在身心灵的状态上做好我们的准备，做好我们的疗愈、进化以及提升。首先，什么是九子离火以及离火时代呢？那我们古人的纪年方式采取了3元9运的方式，这当中呢是有口诀以及9宫8卦的排列法的。好，非常的简单直观，而且利于我们对待年数、对待我们这个整个星球运转气运的理解。这其中呢，每60年为一个甲子这个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那一个甲子称为1元的话，1元又分为3运。天地人3运传统文化当中将20年划分为1运，每20个年为1元，那3元共9个运，称为3元9运。3元9运共涵盖了多久的一个时间段呢？我们由此可以计数180年当中就有一个9运的循环，那每个运都有它相应的特点以及它相应的影响。9运的排列为1白2黑3碧4绿5黄6白7赤8白9紫。好，那在上一个运势我们曾经一起经历过是8运为白，是土运。在2004年到2023年之间，我们的人类，我们这个星球周期，我们的运势呢已经跨过了这个土运。那从2024年到我们的2043年，正式进入我们的9运，称九子离火。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到这是基于古人的不管是命理还是数据模型划分出来的一个基础纪年规律。纪年只是一个纪年的规律方式跟我们的个人命运有可能多少会有连带，但是它和个人的命理其实是无关联的。我们需要呢通过我们个人的命盘，或者说我们个人的能量气场来划分一下，在这个新的运势当中，我们的能量场和我们的运势将会是如何的。九子离火是我们上中下3元的第9运对应后天八卦的离卦，离卦属于南方，五行为火，故称九子离火。这个火运呢，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时间划分，离为美丽、绚丽之意所以在这个时代当中，突出的火能量会非常明显的改变我们当下这个世界的构造，或者是各方面不管是我们的生活、技术，还是我们的感知。火运象征着光明和热情，所以这个时期可能会有学术的辉煌、技术的革新、文艺复兴等等。
火运象征着女性的能量，神圣阴性能量，所以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期，有可能会有更多女性意识的觉醒，更多的女性能量会参与到我们的社会生产和活动当中，体现它的价值，体现它的光和美，以此受到各界更广泛的重视和认同。火运为丽啊，美丽绚丽之意，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有可能会更多的追求美丽绚丽，所以在当下啊，我们追求美丽将会变成一种趋势，所以关于美丽时尚的行业将会更加的热门。火焰也是虚拟产业和科技发展的好时代啊，所以虚拟行业，比如说我们当下开始巨大的发挥能量的 AI 产业呀，科技技术更新等等的产业正在发挥着能量，并且以光的速度会很快的在我们的三维世界爆发，和在我们的眼前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以及经济效力。在这里呢，像开头一样，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火运是一种运势，喜用火运和命盘里边的喜火其实是不一致，不太一样的，这个要因人而异。所以命盘当中不喜火的朋友比如说忌火忌木的朋友，也不要担心，这个时代的到来有可能会对我们侧面产生很多影响，但这个影响有可能是正面的震动，有可能会让我们向着相应的一些行业和领域开始我们的进步发展和深入。提到了这个九子离火我们现在来聊一下水瓶时代其实这两个称谓可以说是完全重合的。那这个水瓶时代的纪元方法是以冥王星进入和停留在哪一个星座为基准，在这个占星学上划分的。那我们呢，非常具体的是在2024年的11月20日至2044年的1月9日，冥王星会进入并停留在水瓶座。那这20年呢，在占星纪元的角度上被命名为水瓶时代。这个时代呢，会有科技的革新、价值观的更新、很多规则的打破以及进步等等。有些朋友有可能也会翻看到在上一个水瓶时代到来之际我们的人类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无疑很多的纪元方式和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跟史实相应重合的部分，代表了一件事实，就是在三维世界，我们人类也在经历着大轮回、中轮回和小轮回。这就是佛所说的众生在轮回当中不退转的影像之一非常明显的可以向我们证明，我们就在轮回当中。顺应着因果法则，在进行着我们的学习、我们的提升，或者说我们因果律的平复以及灵性的进展。这里还是一样大的轮回有可能涉及到我们人类反来覆去的历史，甚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建筑。因为我们人类文明是这个星球的第4次文明这当然也是一种轮回的体现文明在成住坏空在产生发展以及慢慢的走向某一种蜕变，但不变的结果是我们在未来都会走向某一种程度的幻灭。但大家不要担心在这个人类历史的大轮回当中我们是在经历的旅人，人生如逆旅，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个逆旅当中获得真正的成长，脱离掉比如说轮回的苦海，是在轮回当中我们的不开心呢？我们当然是要进行灵魂的提升，我们要进行修行，我们要进行各种各样自身内在的习气上的调整和变化，让我们不断的在这些轮回当中提高我们灵魂的能量，增加我们的学分，更快的脱离所谓的轮回。那刚刚我们也有讲人类历史有可能是一个大轮回，那中轮回呢，有可能是我们刚刚所讲的3元9运每20年一个运势，每180年从1运走到9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周期。那在小轮回当中就是我们个人的成住坏空、生老病死啦，我们当然也在不断的体验，甚至我们所经历的春夏秋冬，每天的日升日落，每天我们要进行的呼吸循环、新陈代谢等等，每天我们睁眼闭眼眨眼等等，其实都是一个小循环。在细微的不能察觉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正在完成一轮又一轮的能量体验，以及能量的生成，以及能量的成住坏空我们有可能都在真实的体验着。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感知到所谓轮回的这个理论其实是真实不虚的。我们刚刚讲到我们当下进入这个离火时代、水瓶时代。那水瓶时代呢，我们会走到2044年，在这个九子离火的机运当中是在2043年，也就是说2043到2044年我们会面临一层新的变革和转化，
我们的下一个时代是2044到2067年啊，在占星的纪元当中会进入双鱼时代，也就是说灵性的真正的革命。所以也可以说我们要做好准备，在未来的40几年当中，我们的思想意识，我们周遭的世界最终落实到我们的灵性上，将会发生巨大的转变。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首先是我们周遭的生活，再者就是我们体验这个生活，我们跟这个社会跟宇宙去搭建连结的方式，都在无一例外的发生着变化。因此这绝对是一个觉醒的时代啊，并且呢，宇宙也给我们打了包票，我们每个人进入觉醒时代的话，不觉醒都难了。有幸呢，可以跟大家在这个星际学院当中啊一起学习，也是 Starcy 非常荣耀和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觉醒时代当中，用更高的意识来相互连接，完成我们这场觉醒的任务和觉醒的旅程。感恩大家来到这里。那我们已经进入了离火时代，有可能大家最近就会感受到整个地球啊，整个宇宙的振动频率，我们的思维方式有很多事情的办理和解决方式，这当中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思路和我们整个灵性的脉动正在变得完全不同。那我们理性并且非常善于思考的人类啊，也会开始去对照一些数据模型，在过去的离火时代或过去的水瓶时代曾经发生过什么呢？我们是否在当下应该去做好警觉和做好准备呢？好，根据数据和我们的总结啊，我们传统的统计学显示，在这样的这个火的时代出现之时，我们有可能会发生很多社会的动荡，有可能在产业上会走向一个火的澎湃，有可能一些有火药味的言论啊，有火药味的行为等等啊，会一触即发。那我们也会感受到，在这个火的时代啊，火属性的行业会非常快的生发开来。火属性的行业呢，其实是跟能源、技术、科技相挂钩的，也代表了我们在通讯啊，我们在电器，然后我们在互联网等等的行业当中会遇见的新的机遇和新的拐点。除了社会氛围和产业上的一些变化，针对到我们每个个人呢，首先我们当然要观察的是我们的健康状态啊。在火能量非常爆棚的时代，我们非常容易呢产生焦虑、紧张、上火、失眠，容易愤怒啊等等的情绪。之前呢，在显化的一集当中，我们聊过啊，我们人体是地水火风的4大假合。那我们这个火的能量爆棚和震动的时候，我们身体当中关于火这一方面的假合元素，火的性质的我们的身体器官是非常需要我们注意的。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心血管状态啊，我们要去养心啊，开始去进入一种养生和滋补状态。我们也要关注我们的眼睛干涩啊、用眼过度的等等问题啊，因为我们的眼睛也是火的能量，并且也有一些朋友啊，在最近这个阶段会觉得是比较心浮气躁，容易失眠，或者也会感受到更多的不安和躁郁。大家不必担心啊，这只是一个侧面的影响罢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我们正面的调节，让我们的身心灵发生调节和适应，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完成我们身心灵的进化，开始我们真正的修心以及修行。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外界一切的相其实都是同样的一个信号啊，他们正在集合的召唤我们，来帮助我们去觉醒，从深深的作为一个人在三维世界活泼完整经历的过程当中，稍微醒觉一下，来看一看啊，在我们的眼前，有可能除了我们眼前可以着相的一切以外，还有宇宙深处我们最需要和最想连接的声音，可以帮助我们在当下的相面前完整和从容地破除它，并实实在在真真正正的踏实地践行我们的每一步，进行我们的身心灵觉醒，以及踏入真正的正悟的大门。因此虽然我们可以对照历史看到非常多的模型，并且有可能我们心中会产生一定的疑惑、不安，或进行一部分这个剧情的推测，但每一片树叶都是不同的啊，长在我们历史当中的每一个年份，每一个纪元，其实都是一片新的树叶，不一定会发生一模一样的事情，只是有可能当中的能量呢多有相似，多有重合，而可以真正让事情发生转变的是我们的心念。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去做成什么，或者不想要让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最终还原到的最初的这个发力点都是修心，都是向内去求。所以我们所谓的全民觉醒的时代是每个人都开始向内去求，开始修养我们的身心灵状态，开始体会从心灵向外扩张我们能量，用其他维度的方式破解当下这个迷局的好方法。
时代也是一个重要的分割点，我们每个人在时代面前确实是一片飘零的树叶，或者说我们都是一滴雨水，正在汇集成为当下的这片海洋，汇集成为历史。但我们每个人又是一个完整的宇宙，所以在我们的蜕变和心灵觉醒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个体啊，包含了在影片的面前的大家，你的这个个体才是最重要的。那从现在开始，就让我们为了这层觉醒和这层蜕变送上我们的努力，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加上我们的学分啊！就让我们从当下开始了，为了我们的心灵觉醒和进化，为了我们可以改变某一些我们想要的未来，开始完成这一场挑战和这场蜕变，也为我们的灵魂啊，为我们宇宙深处的灵魂积分表送上最高的学分。而在这个离火时代和水瓶时代啊，最神奇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星球也正在完成着升维以及跟宇宙进一步的合一。在之前的占卜影片当中啊，频频的提到5维度的状态，好，5维度的能量，我们跟5维度的对接等等。那5维度究竟是什么呢？非常有幸的就是啊，我们地球当中好灵性非常高的一部分的灵魂，以及有可能是我们这个地球整体其实已经激活了5维度的能量。所以今天也非常有幸跟大家开始去了解和共同连接一下什么是5维度，我们怎么样在5维度当中进行我们的灵性体验。我们首先一起通过灵性的视角来了解一下什么是5维度。有可能在物理的视角上啊，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模型和很多的解说。那首先呢，人类可以通过我们在逻辑思维上对于这个物理世界的了解，理解到4维、5维、6维、7维更高的空间维度是什么。那在我们的心灵，在我们的感知上，这种维度的感觉又是什么呢？当我们在纸上看到小小的一粒白点，好，这是一个点，0维空间就被我们观察到了。那当呢，我们将2个点连成一条线的时候，一个1维空间正展现在我们的眼前。那如果呢，将2个1维空间，就是2个线条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面。好，2维空间出现了。那2维空间啊，我们比较喜欢的2D、2次元等等啊，就是很多很多的线条一起连接啊，展现成了很多个面，就像我们在翻阅的漫画一样。好，这是我们可以去理解到的2维空间。我们当下赖以生存的这个地球呢，是一片3维空间啊，有很多以线为连接的体产生。那3维体呢，是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触到和摸到的，它是真真正正的物理实体啊。而且在我们的宇宙当中啊，有很多以物理实体为基础承载点的更大能量场在不断的生化、演化以及展现着我们可以去连接到的非常多的星球，其实都有高维度的存在。那下面呢，我们上升一个维度啊，从我们3维这个体开始去了解到什么是4维空间。如果我们理解到3维当中的体啊是相垂直的啊，3条线组成的啊一个，比如正方体等，它有长、宽、高啊这样的数轴。那我们在这个数轴的基础之上呢，再加入以时间作为坐标的第4条线啊，我们可以知晓过去、现在和未来。这第4条坐标的存在，我们称之为4维度。那理解到4维度呢，我们可以连接5维度啊，就非常的简单了。所有4维度可以观察到、可以去触及到、可以去影响到的一切的存在和连接，就是5维度了。理解5维度的时候，我们会理解到5维度是平行时空啊，其实5维度是所有的时间、空间、宇宙的3维当中可能性的能量集合。像我们在电影当中啊，曾经看到过，我们男主角进入了5维度的空间，再去筛选啊，再去寻求某一个突破点，回到某一个时空去改变一些什么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稍作了解，其实5维空间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有可能在视觉上的呈现呢不尽相同，但其实简单来讲5维度就是全部3维的时间空间，穿越历史所有的事件，所有的感知可能性的能量总和，穿越了我们当下在3维，比如说这一个时间点上我们不能突破的时间概念，我们不能回到上1秒，我们也不能去到下5秒之后。我们也可以突破空间的概念就像是进入了这个哆啦 A 梦的大门，我们可以从物理点 A 马上到物理点 B 穿越这个地球，甚至穿越很多星际。那我们呢就在一个5维的时空当中了。5维度集合了所有时间空间的元素所以什么都可以链接。而且5维呢本身是一个爱的空间和能量场，它是意识的而非物质的，它是光的振动而非我们这种物理和3维体面的振动。
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天使啊和一些守护灵存在的空间也是5维度。那宇宙高文明所存在的地点啊，我们可以熟知的一些地点啊，比如说大角星啊、昴宿星啊、天狼星、仙女星等等啊，会通过5维度的这个空间跟我们人类的空间，或者说跟娑婆世界的空间，其他3维的4维的空间产生链接，并传递和传播爱的能量以及爱的智慧。所以5维度空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中转站，在帮助我们去接到光和爱，接收到宇宙给予我们的保护以及源源不断的滋养。好，这是在我们的3维空间以上，我们可以实在的感知到和拥有到的。因此很多朋友啊，怎么证明你处在5维度的地球，你在这样的一个能量场状态，你有这样的信念，并且你生活在这样的感知力、爱和光的包围底下，那非常的恭喜你，你已经是5维度的人类、5维度的灵魂，以及你拥有5维度的心灵能量。其实这件事情并非是神乎其神的啊，只要我们心中有这样的信念，有这样爱的能量场，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帮助我们身体和灵魂所谓的身心灵进行更高频率的震动。我们之前所讲的，我们经常要打开我们的脉轮要去清洗和释放掉旧有的业力给予我们的压力，或者说一些污浊的影响，这都是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发光，跟5维度进行连接。有很多影片之前的朋友，我看到你们已经是5维度的存在了。在5维度出现能量的时候，当我们整个的地球已经进入了5维度的状态的时候，有更多有光的灵魂会通过我们的自身能量去连接成光的网格和光的体，让这个光的信号可以更全面的覆盖和连接起来。有很多朋友，当我们连接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有可能是这个星球的外缘有可能是我们正在连接的这个能量场，有可能是我们正在体会的一些人事物，包含了在我们通话，在我们一起沟通，在我们去交换我们的心灵能量进行爱的沟通，或者塔罗牌的界面当中进行灵性的体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成为了5维度的光的联合体。我们的周围有粉红色和金色的能量场在帮助我们去进行着保护和加持，所以祝福所有影片之前的朋友们在光和爱的能量场当中更好的去生发我们5维度的力量。好，你们是非常被保护，以及你们的未来其实在受到宇宙更高维度的指引和连接。所以我们可以感知到在新的时代，地球变为5维度因为我们打开了非常多光的管道，也因为这种震动随着当下我们这个离火时代和水瓶时代在变得完全不一样，有非常多之前已经封锁，以及随着历史不再活跃的一些大门和管道重新的开展了它光的震动重新打开了门户。有这样的管道可以更快的让爱和光集合和进入之时，我们人类的觉醒将会更加的加速。在我们整个的这个星球的外缘由于我们这个灵性的连结，会产生非常大这个连结的能量场，波及到我们可以影响的每一件事物，比如说我们触及到的一些物品或者说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书籍，我们通过智慧可以去 channel 到的远古文明、古代的圣贤、你周围的指导灵、扬升大师、诸佛菩萨等等。当你的心灵是5维度的，你周遭的一切将会为了你而改变，将会重新的焕发他们应有的能量。所以我们心的能量其实是非常巨大的每一位众生，我们的每一个灵魂的内在都有非常圆满熟成的佛种子，等待在对的时间我们可以脱离眼前的迷障，真正的去滋养我们灵性的大地，让我们真正圆满的智慧得以生发，并且让我们真正的可以通过这种生发去连接到5维度、7维度、9维度13维度，我们的源头、我们的高我，以及我们本身的佛性本源。我们想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讲到我们在3维突破灵性之前必须要去经历的一些觉醒。这些觉醒呢，其实都是和我们之前不管是头脑还是灵性的矩阵在打交道，甚至是在作战的。关于物质或关于我们对于这个3维世界的迷信，其实就是一个矩阵。这个矩阵呢，基本上在我们这个生理上，在我们的头脑内部，也受着我们看不见的因果业力业缘的牵扯，让我们在这个矩阵当中呢越加的深入绑定我们坚固的习气，我们累生累世的业力不管是善业还是恶业，大家提到业力不要害怕这是我们因果循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也让我们内在的小我一系列不属于我们，本身不来源于我们的某一个个体力量非常大的影响和追加了这层束缚，所以破掉这个矩阵本身是有难度的。但是在这个离火时代和水瓶时代，我们更快的突破这个矩阵，其实已经迎来了机会，希望我们会有更多的善方法帮助我们加持，让我们很快的在这当中找到诀窍，金蝉脱壳。所以如果打算破掉这个矩阵我们首先要再一次正确的去理解，好，从0维、1维、2维、3维到5维到底是什么？那我们的个人能量是什么？我们的障碍又是什么？刚刚我们去解释了一下我们的障碍我们的习气贪嗔痴慢疑我们的4大假合，比如说地水火风，在我们身体当中不断的作合进行某一种作用，影响我们的心灵指数，我们产生很多做人的欲望，或者说甚至有一些非人欲望的介入让我们没有办法非常自由地感受到我们心灵的能量，我们更多的投射我们的愿望，投射我们的执念到外围空间去，希望外在的事物为我们而怎么样做合等等，这有可能都是我们这个痛苦以及我们这个矩阵加深绑定我们的一个项那在远古在这个2500年之前，有很多的圣贤觉醒了，并且在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是可以脱离矩阵的。那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呢，也是通过他的法眼告诉过我们我们非常的需要去看破人生的各种苦这人生8苦，我们的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至胜苦这些苦出现在我们的眼前，都是为了让我们产生这种出离心。我们可以真正的想要从当下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和离开，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对于法或者对于真正的修行和心灵觉醒产生希望，甚至哪怕只是一点点的需求。当我们有了这样的需求的时候，我们会以真正修心的、修善念的、光和爱的理论为基准，真正开始注重我们的身口意，也开始我们在人性当中真正的解绑。基础信念扎实了只要我们可以长期的践行一段时间，相信我们的突破就在前方。所以在此 Starcy 也鼓励大家我们的希望就在前方，我们的希望已经像火光一样在我们的眼前开始熊熊的燃烧，为我们照亮了前景。所以当我们去坚定了我们信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的努力和实践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和深入一段时间，一定会看到意想不到的成果，意想不到的幸运和意想不到的加持。在未来呢 Starcy 也会跟大家在影片当中一起学习如何去修心，如何去跟宇宙连结和贯通，进行我们更广阔的灵性体验，让我们更快的达成我们灵性的学分和指标。在这里非常期待跟大家一起学习，非常感恩和祝福大家。那我们关于这个离火时代再讲一点，就是关于业力清算的这件事情其实在过去更早5月前后的这段时间我们记忆当中应该经历了比较猛烈的这个水星逆行、金星逆行和冥王星的换座，这在5月之前我们都已经经历完了。所以这当中我们有可能会看到很多的业力洗礼方面的事件。什么是业力清算呢？就是当我们在过去投入或者说真正的身体力行的做过一些关于负面业力关于恶业的心念、事情以及行为，在宇宙的因果律当中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太平衡的天平。那我们需要平衡的时候，我们需要去还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行业或者有很多的个人面临到了真正的夜风吹过真正的清洗和洗礼。我们众生是比较畏惧业力的，我们也说菩萨畏因，众生畏果。有可能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比较害怕的是所谓的果报，但其实当我们去投射每一个种子的时候因其实非常的重要。那在这个离火时代和水瓶时代业力的反射和回馈以及业力的这个震动周期将会变得更加的快速。有可能我们投入了某一个心念或者某一个做法，你会很快的看到相应的一些事件正在成型，这个速度可以说成100倍、成上千倍的正在加速在我们的三维世界运转。也包含了我们可以感受到当下的这个时间，当下我们这个三维星球其实已经开始了更快速、更高度震动的运转。我们的事情有可能每天都非常的忙碌，有可能一天的24小时变成了18小时到16小时的这个质量。无疑我们在有限的生命和时间当中正在面临的东西更多，而且它的这个循环和运转速度更快。所以这也有可能是我们当下焦虑不安或者说身心灵不适的一个来源因为这个振动频率已经发生了不同。
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这个三维星球，我们生活的地球和家园其实跟之前并不一样。在这个业力清算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调整和应对呢？首先我们要去减轻我们的心念啊，可以少发念，少起心动念和少想一点啊。然后我们要解决一下这个贪嗔痴慢疑的心态和习气啊，经常困扰我们，带给我们的一些枷锁以及负担。也就是说，我们的身心灵负担如果要减轻的话，我们非常的需要让自己清减我们的心念，清减我们的念头，并发出更多的平衡，或者说更高善念、更高爱的意识的震动。最快以及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快速的转念啊，不管是贪嗔痴慢疑来了，还是我们的恼怒啊，我们的不开心来了，快速的转换它为一个善念，一个小小的善念，这会很快的让我们发生能量的大逆转啊，以及我们业力上的绝地反击啊，可以增强我们的善业和善意识。大家记住啊，猛烈的践行，你将很快的看到回馈。如果有疑惑的朋友们，Stacy 也非常推荐大家在某一些我们的生活当中进行一下小小的试验和练习。我们可以想象一些情境啊，也可以呢直接的去对应到选择到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可以面对的一些情境。打一个比方啊，今天呢上司又对我们口出恶语了，有可能正在批评我们啊所做的一些工作是不合格，让他不满意的。这当中呢，我们接收到了非常多的负面能量，而且我们会有很多心灵上自我否定、压抑和不满的感知。无疑啊，我们碰见了让我们心灵很受伤的人，而且这一个伤痕有可能会沉淀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沉淀在我们这个 shadow 我们看不见的能量场当中，成为我们爆发我们习气的重点因素之一啊。当我们有一天非常的愤怒，当我们在之后非常想要去做一些比如说暴力的发泄型的事件，有可能种子都来源于今天我们遇见了一件不幸运、让我们不快乐、低频率的事情，我们遇见了低频能量和负面的人。不管当下大家是否想要发火，是否想要真正的去宣泄一下，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时候马上就要给予反击，甚至是给予一些报复啊，让对方看一看我们的颜色和厉害。在做这些事情之前，在产生这些念头并且想要去行动之前，请静静的让自己可以坐下来，或者是安住你的能量，让你整个的能量场稳定下来。比如说我们可以站直，或者是坐稳啊，有些朋友可以躺平，请切断你的一切念头，什么都不想，用嘴巴深深的吸一口气。好，气沉于我们的丹田啊，大家也可以将气慢慢的收送到我们这个太阳轮，好，到胃到小腹的位置。好，感受你身体的热和光，然后轻轻的用鼻子将气呼出来。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将帮助你自动的转换一些负面的念头变为正念的，请你在这个时候感恩你的身体，感恩你的灵魂帮你经历了一切，陪伴你经历一切，并且也转换我们这个念头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了这个人和这件事情，真正的是让我们意难平啊，真正是让我们想要去出手，甚至更快速的回应一下。先不回应，先去感受你身体的能量，重点是先去转换你的能量啊。如果你的能量意识在一个正面的水准、正面的频率状态的时候，你的智慧好，你可以去生发的能量，你的磁场，甚至你带有的运势，你带有的这个因果力等等，都变为非常正向的状态。你足以有能力、有智慧去摆平这件事情，理解这件事情和震慑这件事情。在我们忙碌生活和疲惫于生活的这个阶段啊，千万不要忘记了时时刻刻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身心灵进行大幅度的感恩。如果相反，今天我们遇见了非常可爱的人事物，正能量的帮助到我们，给予我们光和爱的人事物，我们也可以回向感恩和祝福，给予他们。请我们相信啊，我们的身上有正面的魔法，我们可以去造化正面的奇迹。你所拥有的智慧，你所拥有的解决方法，入世之门道其实是无限量的。那如何去连接你的阿卡西，将无限量的能量带动到当下你的周边，去真正的运用它，真正的实现你的逆转乾坤啊，乾坤大挪移之术呢？我们用爱和光的能量啊，作为这当中的最轴心、最核心的元素，去进行真正的运用。那相信有很多朋友，你们可以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有所体会。
起码你的身体在这一刻可以感受到更好，起码在我们重新的转念的时候，有很多事情可以被厘清，让我们慢下来，让我们静下来。因为在这个火元素非常猛烈的时代，我们的起心动念之快，回想之快，业力的回馈之快，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所以非常的希望通过我们今日的练习，给大家一个小小的范例啊。如果大家有感应而想要去试验一下的话，大家也可以试验一下，是否你的个人磁场和运势会因此变得更好一些。愿我们周遭的天使和护法神以及诸佛菩萨可以保佑到我们。那所有的朋友啊，你们的周边其实是有守护灵，其实是有祖先的能量的陪伴的，所以你们在这个三维世界并不是一个人。在这个五维度的时代啊，这个爱的时代，让我们更快的去转化和调节我们的心念，让我们产生更强烈的正面业力和震动。所谓的播种原理也是如此。祝福大家在不断的播种和滋养当中，可以得到更快速的回馈和体验。祝福大家啊，心愿达成，能量满满，福慧双增，吉祥如意。最后 Stacy 在这里赠送给大家一则离火预言，是关于每一位来到这一则影片的朋友们，你的未来在未来的20年当中的预言，希望可以将宇宙送给我们的讯息传递给大家。关于你的预言在未来全部成真了，你将破除迷障，回到本源。你是光和爱，你将融入更高频率的光和爱。感恩跟大家今日的连结，我们关于离火时代和水瓶时代5维度的一些信息啊，今天就学习和传递到这里，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展望到我们这20年的未来，创造一个更加幸福和完整的远景，以这个远景为目标啊，来完成我们的显化。那在下一期当中呢，我们会具体聊一聊啊，在5维度的时代啊，我们应该做什么？5维度的生存指南是什么？希望可以跟大家在不断的共同学习当中，相互的去连接我们的能量，一起体会在这个三维世界，我们可以实实在在使用的啊一些修行法和心法等等等等。在这里再次的祝福大家，也非常感恩跟大家今日的共同学习，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